这是一个10块钱的音箱，从拼夕夕上买一台坑爹主机，商家就会送你一个。听感上基本和一个造型别致的大喇叭差不多，而这是价值接近3万块的 B&O 家庭音响，高音通透，低音浑厚。它们在音质上的差距就如同它们300倍的价差一般，哪怕你是个木耳也能轻松听出来。而音响用的最多的地方就是音乐节和演唱会，如果音响效果不行，哪怕歌手唱功再好，观众的听感也是很糟糕的。那同为专业音响的情况下，演唱会和音乐节或者是不同演唱会之间，音响效果会像消费级的音响这样有着上百倍的差距吗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数码编辑部，我是阿宇。今天我们就一起去国内数1数2的演唱会现场来找找这个答案。这次我们来到的是华晨宇火星演唱会南京站，汤山音乐谷的演唱会场地被升级为全自主打造的乐园生态系统，让整场演唱会超越了舞台概念，成了持续数天开放的沉浸式火星乐园。想象一下，一个荒芜平地被改造成艺术小镇，舞台艺术、互动娱乐融为一体，这就是华晨宇送给粉丝们的火星乌托邦。场内不仅有主题烧烤摊位、特调饮料，还能玩各类互动游戏，营造出宾至如归又趣味十足的氛围。总之，这里既是演唱会现场，也是华晨宇粉丝们的回家之旅。而宽阔的场地也是演唱会与音乐节最大的区别。对于体育场这样的场地，有可能已经做过声学处理，能够避免混响和回声带来的声音浑浊。而我们这次来到的火星演唱会乐园场就和音乐节类似，场地内没有墙面驻音，声音难以聚焦和反射，而且风向、噪音等天气因素大幅度增加了音响的设计难度。而和音乐节不同的呢，是演唱会在追求极强声浪感与动感体验的同时，会让音场覆盖更广泛的人群，现场覆盖至少上百支全屏补声和超低音响来实现无死角沉浸式的声音效果。不仅如此，为了保证远端听众的听感，通常会使用大型线性阵列音箱挂高，并且倾斜角度精调，使得远近区域声音均衡。在超大场地还会设置延时音柱，补足主音箱的声量衰减。无论是充满爆发力的摇滚段落，还是不插电的细腻演绎，音质都非常纯净有力，感受音乐的流动与感染力。这次乐园场不仅对音响布局进行了精心的设计，而且舞台也做了升级。除了主舞台和副舞台之外，在演唱不同歌曲时准备了一些小惊喜，比如《好想爱这个世界啊》时，舞台切换到透明的玻璃房中，小小宇宙里的花丛随着歌声渐变色彩，极具诗意地呼应着音乐情绪。在演唱特修斯的船时，10米高的巨型充气船登场，配合梦幻的特效和浓雾，给观众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此外，主舞台两侧还增设了 T 字形升降延伸台，极大拓展了表演区域，拉近与粉丝之间的距离。整体灯光设计丰富多变，科幻色彩和暖色调交替切换，让现场既有科技感又饱含温情。在这样高科技与艺术结合的舞美环境下，华晨宇将整场演出打造的如梦似幻。而且歌曲编排丰富多样，下午的不插电环节，华晨宇用飞行模式、烟火里的尘埃、我离孤单几公里等歌曲点燃现场观众的热情，现场氛围温暖而深情。而到了夜晚，舞台完全切换，带来了一连串震撼开场。在演唱《地球之盐》神速时，他迈步登上主舞台顶端，台下发来阵阵尖叫。后来演唱《怪诞心理学》斗牛时，更大胆地走上延伸台，与粉丝近距离对唱，现场气氛一次次被推向高潮。高空烟花伴随着点燃银河尽头的篝火和新世界在空中炸开，与无人机阵列组成了这场最动人浪漫的告白。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这次演唱会的音响设计，我们专门请教了音响设计老师。这次演唱会和2023年北京鸟巢演唱会一样，使用了法国顶级音响品牌 Acoustics 的旗舰阵列系统，主扩声部分配置了80支 K1 线阵列单元和48支 K2 单元，加上 Kala 中型阵列和60支 KS28 超低音炮等。2套顶级的 Digital 数字调音分别负责现场混音和舞台监听，
所有的设备都采用了超高的规格。因为华晨宇擅长摇滚、流行、电子等多种风格，舞台效果也极具视觉冲击，所以演出对音响系统的要求是极高的。细腻的旋律段落需要清晰层次，爆发高潮则需要强劲低频。只有凭借专业的音响和调音团队，演唱会现场声音才能做到细节丰富、空间感强，让人仿佛置身录音室般听到原声原貌。当然，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音响老师和调音老师来为我们解答一些关于这次演唱会的小问题。我叫关明基，在这个行业里面，他们称呼我叫技术，我们只是都是一个搭档来的，我们都做了很久了，时间很长了。我是阿麦，然后我是做 monitor， 就是那个监听的部分，然后这次是发发的监听设计音响师。整个演出里面，只是有2个系统，第一个系统是外场的。另外一个系统就是在舞台上面的，在屋外这么大的场地，要保证每一个进来的歌迷都要能够听得很清楚。怎么去安排第一个喇叭的数量，这个覆盖的角度，前区跟后区都有很平均，有一定的困难在里面的。监听屋外跟室内的是有分别的。因为室内的反射很多，如果在屋外的都是反射，但是时间比较长，这个问题都是我们2个都要解决的。发现有时候话筒太大的时候会圈音，喇叭圈到话筒里面，所以我要调整那个出口，就是它的麦克风，要调整到什么程度，就没有影响到大家。我们就要首先要知道整个场地里面有多少个观众，他们的位置在哪里，草地上的、站着的都有不同的想法。我们的这个喇叭的覆盖就要全都要很准的对到有观众的位置，不要浪费的所有这个声压，这样才是正确的做法。最大的条件就是第一，就是现场的环境，人的回音，我们的喇叭的数量，它的声压一定要足够，就盖过观众听到这个回音。所以我们设计的这个数量、这个角度一定要很准，因为这次它有个延伸舞台，然后在外面有一个小舞台，所以我们把2只主喇叭往外面多一点。它在水平上面，它有一个90度的覆盖的范围。这个90度，它越远，它就会越宽嘛。所以我们要算好这个延伸舞台的跑度，在这里的话，我们这个90度要这样挪开一点，让它尽量不会打到这个舞台延伸舞台上面，所以发出来就很舒服。就是没有影响到它圈音的部分。在 monitor 的部分呢，就是发发有时候在小舞台，就是他唱的时候会听到2个声音，这个就是我们要处理的事情。我们都是2019年呢，就跟发发第一次合作。跟他合作之后，觉得他挺有意思的，他很有要求，就是因为有要求，就很有挑战性。所以你每一次能做得他很满意的话，大家都很满足，很有满足感。从技术角度看，华晨宇演唱会之所以有像在录音棚里听原声的口碑，并非夸张。现代演唱会的声音设计的终极目标就是高度还原录音质感，选用优质场地，部署旗舰级音箱，使用顶尖的调音台和专业团队，任何一个环节都追求极致。相比于音乐节更侧重大声浪的覆盖而言，华晨宇的演唱会则会倾注更多精力在声音质量和细节上，让每个音符都清澈有力，并且通过专业的音响阵列，将原本只能在体育场中实现的声音效果带到堪比音乐节的宽阔舞台上。这其中灌注的心血不言而喻，每个细节都令人赞叹。不管是粉丝还是路人，一定都会被这样一场视听盛宴深深打动。总的来说，一场完美的演出需要舞美、灯光、音质等元素相互配合、相辅相成，这样才能让观众和粉丝难以忘怀。如果你也被这场火星演唱会吸引，可以一键3连支持一下我们。这里是宇宙数码编辑部，我是阿宇，我们下期再见，拜拜。